我叫林洁雅，今年28岁，嫁进王家已经3年了。3年来，我就像个透明人一样活在这个家里。不说透明人都抬举了我简直就是个免费保姆加提款机。这不，腊月28，我刚下班回家，还没进门就听见婆婆那尖锐的嗓门。这都几点了才回来？我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赶紧去做饭。我看了看手机，晚上6点半，我在外企做财务，今天加班到现在，连口水都没顾上喝。可一进门，迎接我的不是一句吃了吗，而是婆婆那张比吃了3斤柠檬还酸的脸。妈，我马上就去。我放下包，连外套都没脱，就往厨房冲。哎呀，我说洁雅啊，你看看人家隔壁王家媳妇，人家5点就到家了，饭都做好了，你这工作啊就是个摆设，赚那点钱够干嘛的？婆婆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嗑瓜子，一边阴阳怪气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老公王华磊从卧室出来，懒洋洋地说：“妈说得对，你工资才8000，还不如在家带孩子呢。带孩子，我们结婚3年，他连碰都不愿意碰我，哪来的孩子？”但这话我不敢说，只能硬着头皮进厨房。刚进厨房，小姑子王美丽就跟了进来：“嫂子，你这菜买的也太差了吧！就这破白菜叶子，给狗都不吃。我男朋友家可都是吃有机蔬菜的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：“丽丽，这菜挺新鲜的，而且现在菜价贵，你1个月8000工资，买点好菜怎么了？还是说你舍不得给我们家花钱？”王美丽翻了个白眼：“我告诉你啊，别以为你上班就了不起，嫁给我哥可是你高攀了。”高攀，我差点被气笑了。王华磊职高毕业，只能在工地搬砖，1个月才4000块，婚房还是我娘家出的首付。可在这个家里，仿佛我才是那个高攀的人。正做着饭，婆婆又开始了：“洁雅啊，我听隔壁王大姐说，她儿媳妇每个月给家里5000块生活费。你看你，我手里的锅铲差点掉了。我每个月工资8000，房贷3000，生活费2000，剩下的3000全部上交给了王华磊，美其名曰家庭基金。现在婆婆竟然还要我再出生活费。妈，我的工资你儿子都知道，您找他要吧。”我尽量平静地说：“哎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嫌弃我这个老太婆了？”婆婆的声音立马拔高了8度：“雷子，你媳妇欺负我！”王华磊立马冲进厨房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：“你怎么跟我妈说话的？她养我这么大容易吗？你给点生活费怎么了？”我真的想哭。这3年来，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给全家做早餐，晚上回来还要做晚饭、洗衣服、拖地，周末更是从早忙到晚，连坐下来的时间都没有。可在他们眼里，我依然什么都不是。晚饭做好了，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，我最后坐下，却发现只剩下一个小板凳。“洁雅，你坐那儿吧，这椅子我腰疼，坐着舒服。”婆婆理所当然地说。我看着那个摇摇晃晃的小板凳，心里一阵苦涩。3年了，我从来没有在这张餐桌上有过自己固定的位置。吃饭的时候，王美丽突然说：“哥，我逛街看上一个包，不贵，才2000块，你给我买呗。”“行啊，明天就去买。”王华磊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我差点被饭噎住。2000块，我想买个几百块的羽绒服过冬，他都说太贵了，让我再穿几年旧的。“雷子啊，过年你得给我包个大红包，今年物价涨了，不能少于2万块。”婆婆笑眯眯地说：“2万？
我一年的积蓄也就3万多，她要给婆婆2万红包，没问题，妈。王华磊拍着胸脯保证。我终于忍不住了，王华磊，家里的钱都有数，哪来的2万？话音刚落，整个餐厅安静的可怕。婆婆脸色厉变，哟，这是开始管我儿子的钱了。洁雅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。就是，嫂子你也太过分了吧？小辈给长辈红包是应该的，你竟然还有意见？王美丽添油加醋，王华磊更是直接拍桌子。林洁雅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妈养我这么大，我给她点钱怎么了？你要是舍不得，大不了你别花钱。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3年了，我从来没有为自己花过什么钱，化妆品都是用最便宜的，衣服都是打折时买的。可在他们眼里，我依然是个自私的人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洗碗的时候，听见客厅里传来他们的谈话声。雷子啊，我觉得洁雅最近不太老实，你得好好管管。婆婆的声音很小，但我听得清清楚楚。妈，她还能翻天了，放心吧，她离开我们家什么都不是。王华磊的声音里满是不屑。就是，哥你太宠她了，我觉得应该让她知道厉害，不然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。王美丽接着说，我的手握着碗，指关节都发白了。原来在他们眼里，我连个人都不算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们对我更加变本加厉。王美丽不小心把我新买的面霜打翻了，还理直气壮地说，不就是个破面霜吗？至于吗？婆婆故意把我洗好的衣服弄脏，然后说，哎呀，手抖了，你再洗一遍吧。王华磊更是直接把我的电脑借给朋友了，理由是，你一个女人要电脑干什么？那台电脑是我工作用的，里面有很多重要文件，可他们根本不在乎我的工作，在他们眼里，我的工作就是个笑话。终于，在腊月29这天，发生了让我彻底死心的事情。我正在公司做年终总结，突然收到银行短信，您的账户转出12万元，12万块，我的心脏差点停止跳动。那是我的年终奖，昨天刚发到账，我还没来得及存定期，我立马给王华磊打电话。王华磊，你为什么动我的年终奖？电话那头的王华磊理直气壮，不就是12万块吗？我给我妈了，她说要买点好东西过年，那是我的年终奖。我的声音都在颤抖。你是我老婆，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？再说了，给我妈花钱有什么不对？王华磊不耐烦地说，行了，别小家子气了，赶紧下班回来做饭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我看着手机，整个人都懵了。那12万块是我辛苦1年的成果，是我在公司做了几个大项目拿到的奖金。我原本想着可以给父母买点好东西，给自己买件像样的衣服，剩下的存起来以防万一。可现在全没了。我像行尸走肉一样回到家，看见婆婆正在客厅里数钱，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。哎呀，雷子真是我的好儿子，知道孝敬妈妈。12万块呢，我得好好计划一下怎么花。婆婆看见我回来，故意炫耀般地说，洁雅，谢谢你的年终奖哦，这钱来的正是时候，反正你迟早也要给我的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婆婆数着我的血汗钱，心如刀割。王美丽也在旁边煽风点火，嫂子，你别不高兴啊，反正你赚钱不就是为了孝敬长辈吗？奶奶高兴就好了。王华磊更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林洁雅，我知道你可能有点不舒服，但是孝敬父母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我妈这么大年纪了，能花几个钱？12万块还不算钱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想起了我妈妈的话，
他曾经说过：雅雅，你这孩子太善良了，善良过头就是傻。我以前还不理解，现在终于明白了。我的善良，在他们眼里就是好欺负；我的忍让，在他们眼里就是理所当然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看着外面的万家灯火，第一次认真思考起了我的未来。我想起了大学室友张璐，她毕业后创业，现在公司做得很大。前段时间同学聚会，她说缺个财务总监，问我有没有兴趣。当时我想着要照顾家庭，就拒绝了。现在想想，我真是个傻子。我拿出手机，翻到张璐的微信，犹豫了很久，还是发了条消息：璐璐，财务总监的职位还空着吗？很快，张璐回复了：当然啦，雅雅，你终于想开了，这个职位就是为你留的，年薪32万起步，什么时候能来上班？32万，我看着这个数字，心脏狂跳。我现在的工资一年也就12万出头，如果去张璐那里，收入直接翻3倍。但是我需要一个机会，一个彻底离开这个家的机会。第二天是除夕，按理说应该是全家团圆的日子，可对我来说，这个家从来就没有我的位置。早上5点，我起床给全家做早餐，等他们都起床的时候，丰盛的早餐已经摆在桌上了。哎呀，洁雅手艺越来越好了，雷子，你真是娶了个好媳妇。婆婆难得夸了我一句，但下一句就让我恶心想吐。不过就是性格太小家子气了，昨天为了那12万块还生气，真是不懂事。小家子气，我为了那12万块差点一晚上没睡着，就是小家子气。吃完早餐，婆婆开始分配任务。洁雅，你今天把家里彻底打扫一遍，晚上亲戚们要来，还有去买点好菜，今天要做大餐。丽丽，你和雷子去买点新衣服，过年了要穿的喜庆点，注意到了吗？给全家买新衣服，就是没有我的份。我默默地开始打扫卫生，从客厅到厨房，从卧室到卫生间，每个角落都擦得一尘不染。累得腰酸背痛的时候，我听见王华磊和王美丽有说有笑的回来了，手里大包小包的都是新衣服。哥，你看我这件裙子1800呢，特别显身材。王美丽炫耀般地说：好看，我妹妹就是漂亮。王华磊宠溺地说，然后他看到正在拖地的我，语气立马冷了下来：林洁雅，地拖完了吗？一会儿客人就来了。我直起腰，看着他们手里的新衣服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身上穿的还是2年前的旧毛衣，已经洗得有些发黄了。下午，亲戚们陆续来了，王华磊的姑姑、叔叔、表哥、表姐，一大家子人。我在厨房忙得像陀螺一样，准备了满桌子的菜：红烧肉、白切鸡、清蒸鱼、蒜蓉扇贝，足足20几道菜。可当我端着最后一道菜出来的时候，发现餐桌旁已经坐满了人，没有我的位置。洁雅，你去厨房吃吧，这里坐不下了。婆婆头也不抬地说。我看着那张大圆桌，明明还能挤一个人，可就是没有我的位置。我端着碗，一个人站在厨房里吃着剩菜。透过厨房的门，我能听见客厅里的谈笑声。雷子现在越来越有出息了，娶了个这么能干的媳妇。是啊，洁雅这孩子勤快，又会做饭。雷子有福气，就是性格内向了点。不过女人嘛，老实点好。听着这些话，我想哭又想笑。在外人面前，我是个好媳妇，可在这个家里，我连个人都不算。吃完饭，我开始收拾碗筷，一桌子的碗盘，我一个人洗了整整1个小时。等我洗完出来，客厅里正在发红包。雷子，这是给你的。王华磊的叔叔递过来一个红包。谢谢叔叔。
王华磊开心地接过，然后所有的长辈都给了王华磊红包，加起来得有好几千，可是没有一个人给我。我就这样站在一旁，像个透明人一样看着他们其乐融融。这时候，王华磊的表姐突然问：“杰雅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啊？都结婚3年了。”气氛突然安静了下来，我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那种审视的眼神让我如坐针毡。婆婆立马开口：“哎，别提了，我都催了3年了，就是没动静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都不想要孩子。”王美丽也跟着说：“就是我嫂子工作太忙了，哪有时间要孩子？”我站在那里，觉得自己像个生育工具一样被人评判，想要解释，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难道要告诉所有人，王华磊已经1年多没碰过我了？杰雅，女人还是要以家庭为重，工作赚那点钱有什么用？王华磊的姑姑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就是趁着年轻赶紧生，年纪大了就不好生了。”另一个亲戚也开始教育我，我感觉快要窒息了。在这个家里，我的价值就是做饭、打扫、生孩子，除此之外，我什么都不是。终于熬到了晚上，亲戚们陆续离开了，我收拾完客厅，已经快11点了。洗完澡出来，我听见王华磊和婆婆在客厅里小声说话：“妈，我跟你说个事，林洁雅最近好像有点不老实。”王华磊的声音很小：“怎么了？”婆婆立马警觉起来。昨天她竟然问我要年终奖的事，好像很不满意。我看她是在外面工作久了，翅膀硬了，那可不行。雷子，你得好好管管她，女人就不能惯着，惯坏了就不听话了。婆婆的声音带着狠意：“我知道，妈，明天我就跟她谈谈，让她把工作辞了，在家好好待着。一个女人抛头露面的，像什么话？辞工作？”我屏住呼吸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。他们要让我辞掉工作，那我以后靠什么生活？难道真的要完全依靠他们，任由他们摆布？那一刻，我彻底清醒了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要为自己活一次。第2天一早，我做了个重大决定，我要离开这个家，要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但在此之前，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银行啊，看着账户余额23万8千元，这是我这些年来的全部积蓄，除了昨天被拿走的12万年终奖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始操作转账。首先，我把钱转到了我妈妈的账户上，我给妈妈发了条微信：“妈，我给您赚了点钱，您先帮我存着，过几天我回家跟您详细说。”妈妈很快回复：“雅雅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还好吗？”“我很好，妈，只是想明白了一些事情。您放心，你女儿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。”转完钱，我又给张璐发了条微信：“露露，我接受你的工作邀请，年后就能到岗。”张璐立马回电话：“雅雅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迟早会想通的。公司这边我马上安排，你什么时候方便过来看看？年后就行。”“露露，谢谢你一直相信我。”“说什么呢？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而且以你的能力，这个职位绝对胜任有余。”挂了电话，我感觉心里轻松了很多，至少我已经为自己的未来做好了安排。这时候，王华磊起床了，他看到我在收拾东西，皱着眉头问：“你干什么呢？”“收拾一下房间。”我平静地说。“对了，我跟你说个事。”王华磊坐在床边，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。“我觉得你应该把工作辞了。”我停下手里的动作，看着他：“为什么？你看你现在工作压力这么大，回家还要做家务，多累啊！再说了，你那点工资够干什么的？
还不如在家好好待着，我养你。王华磊说的理所当然，我差点笑出声。养我？他1个月4000块工资，拿什么养我？王华磊，我不想辞工作，我直接拒绝了。王华磊的脸色立马变了。林洁雅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是为了你好，你还不领情？我觉得工作挺好的，不想辞。我坚持自己的立场，不想辞。王华磊站起来，声音拔高了。林洁雅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是我老婆，就应该听我的。我看着他愤怒的样子，心里反而很平静。3年来，我第一次这样直视他的眼睛。王华磊，我不辞工作。你……王华磊气得说不出话来。行，你牛，你有工作，你了不起，那你自己过去吧。说完，他气冲冲地摔门而出。我知道，战争已经开始了。王华磊摔门而出后，整个家里的气氛都变了。婆婆和王美丽像商量好了似的，开始对我进行新一轮的折磨。哼，翅膀硬了是吧？居然敢顶撞我儿子！婆婆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嗑瓜子，一边冷嘲热讽。洁雅，我劝你还是认清现实吧，离开我们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王美丽更是直接，嫂子，你别以为有个破工作就了不起。我哥要想找媳妇，排队的姑娘能从我们小区排到市中心。我没有搭理他们，而是默默地在房间里整理着自己的东西。这3年来，我买的东西不多，几乎所有的行李都能装进2个行李箱。看着这些少得可怜的个人物品，我突然觉得很可悲。3年的婚姻，我在这个家里竟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。正收拾着，手机响了，是张璐打来的。雅雅，我想了想，觉得你现在的情况可能比较复杂，要不这样，我让人事部门给你发个正式的工作邀请函，这样你也好跟家里人交代。张璐考虑得很周到，太谢谢你了，露露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不过你不用担心我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对了，还有个好消息，我们公司刚接了个大项目，需要你这样的财务专家。如果做成了，除了基本工资，还有项目奖金，大概52万左右。52万！我握着手机的手都在颤抖，这比我现在的年薪还要高。挂了电话，我的心情彻底平静下来。我有了新的工作，有了新的开始，我不需要再忍受这个家的任何人。这时候，王华磊回来了，他的态度比早上更加恶劣。林洁雅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工作到底辞不辞？他站在门口，像个审判官一样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，不辞。好，很好。王华磊冷笑了一声，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工资全部上交，1分钱都不许私藏。我差点笑出声。上交？我现在账户里连1000块都没有，全部转给我妈妈了。她要我上交什么？还有家里的所有银行卡、信用卡全部交给我保管。你一个女人不需要管钱。王华磊伸出手，拿来吧。我从包里掏出钱包，把所有的卡都递给他。反正都已经赚空了，给他又如何？王华磊接过卡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这还差不多，记住了，以后你的一切收入都归我管理，想花钱先给我申请。”婆婆在旁边拍手叫好：“对，就应该这样管她。女人就不能给太多自由，给多了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”王美丽也跟着起哄：“哥，你应该早这样做，让他知道谁是这个家的主人。”我静静地看着他们3个人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：等着吧，很快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后悔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们对我的态度更加恶劣了。婆婆故意在我洗碗的时候往地上吐痰，然后说：“哎呀，
手抖了。洁雅，你顺便拖一下地吧。王美丽把我刚洗干净的衣服踩脏，然后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嫂子，你再洗一遍吧。”王华磊更是变本加厉，不仅要求我每天5点起床做早餐，还要求我中午回家做午餐，理由是反正你公司就在附近，跑一趟怎么了？我全部忍了下来，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了。年初8，张璐的工作邀请函正式发到了我的邮箱，我打印出来放在了餐桌上。吃晚饭的时候，王华磊看到了这封邀请函，这什么东西？他拿起来看了看，脸色瞬间变了。星河集团财务总监，年薪32万。林洁雅，你背着我找工作？我没有背着你，这是朋友推荐的。我平静地说。朋友？什么朋友有这么大能耐？王华磊显然不相信。你老实说，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我被他的无理取闹气笑了。王华磊，你说话注意点。注意什么？王华磊把邀请函摔在桌上。我告诉你，别想着跳槽，你现在的工作就挺好，别想着攀高枝。婆婆也跟着说，就是洁雅，你别太贪心了，现在这个工作已经很不错了，还想要更好的，人心不足蛇吞象。王美丽更是酸溜溜地说：“30万，吹牛吧？就我嫂子这水平，能拿到30万？人家公司是傻子吗？”我看着他们3个人，心里的最后一丝愧疚彻底消失了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年后就去星河集团上班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但很坚决。你敢？王华磊拍桌子站了起来。林洁雅，我是你老公，我不同意你就不能去，你没有权利阻止我。我也站了起来，第一次在这个家里挺直了腰板。没有权利？王华磊冷笑，我是你老公，我当然有权利。你要是敢去那个什么星河集团，我们就离婚。离婚？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好啊，离就离。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这下轮到他们傻眼了。王华磊显然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，愣了半天才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说离婚就离婚。我重复了一遍。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。婆婆急了：“洁雅，你别冲动啊，夫妻吵架是正常的，怎么能说离婚呢？”王美丽也慌了：“嫂子，我哥刚才是气话，你别当真啊。”我看着他们慌张的样子，心里莫名的爽快。3年来，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这副模样。我没有冲动，我是认真的。我的声音依然很平静。王华磊，你不是要跟我离婚吗？那就离吧。王华磊的脸色变了又变，最后憋出一句：“你以为我不敢？离就离。好，明天上午9点，民政局门口见。”我说完就回了房间，身后传来他们3个人的争吵声，但我一点都不在乎了。当天晚上，我给张璐发了条微信：“露露，我明天办完离婚手续就过来报到。”张璐立马回电话：“雅雅，你真的决定离婚了？早该这样做了。露露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有勇气重新开始。别说谢谢，是你本来就优秀。雅雅，离开那个不值得的男人，你会遇到更好的生活。”第2天一早，我早早地起了床，但这次我没有给他们做早餐。王华磊起床后看到空荡荡的餐桌，脸色很难看。林洁雅，早餐呢？我今天不做了。我拿着包准备出门。你……王华磊想发火，但想到今天要离婚，又憋了回去。9点整，我准时到了民政局门口。王华磊也来了，不过脸色很不好看。林洁雅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真的要离婚？王华磊还在做最后的挽回。你想清楚了，离开我们家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想起银行卡里的20多万，想起张璐给我的高薪工作，
忍不住笑了。王华磊，我想得很清楚，走吧，办手续去。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。当我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，感觉整个世界都明亮了。王华磊拿着另一本离婚证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林洁雅，你会后悔的。不会的，我把结婚证撕了，扔进垃圾桶。王华磊，以后你们一家三口慢慢过吧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头也不回。身后传来王华磊的咆哮声：林洁雅，你别走，你给我回来！我没有理他，直接打车去了星河集团。张璐已经在办公室等我了，看到我，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雅雅，欢迎回归自由身。张璐笑得很开心。来，我带你看看你的办公室。星河集团的办公环境比我想象中还要好。我的办公室是一间独立的大办公室，落地窗可以俯瞰整个城市。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地盘了。张璐指着办公桌上的名牌，林洁雅，财务总监。看着自己的名字，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再是那个被人呼来喝去的儿媳妇，而是星河集团的财务总监林洁雅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全身心投入到新工作中。张璐说的对，这个项目确实很大，涉及到几个亿的资金流，但这正是我擅长的领域，很快就理出了头绪。与此同时，王家那边也发生了有趣的变化。王华磊离婚后的第2天就后悔了，他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，发了无数条微信，内容都是求我回去。雅雅，我错了，你回来吧，我保证以后对你好。雅雅，我妈也说了，以后不会为难你了。雅雅，我求你了，我们复婚吧。我把她的微信和电话全部拉黑了。第3天，婆婆也坐不住了，她托人找到我妈妈的电话，哭着求我妈妈劝我回去。我妈妈气得直接挂了电话，然后给我打电话：雅雅，你做得对，妈妈支持你，那一家子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妈，我现在挺好的，新工作很顺利，收入也比以前高很多。我告诉妈妈自己的近况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雅雅，你记住，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，不能依赖任何男人。妈妈说得很对。1周后，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。王美丽跑到我的公司楼下堵我，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嫂子，你回去吧，我哥真的知道错了。王美丽拉着我的袖子不放，我们全家都离不开你啊。我看着他这副模样，觉得很可笑。当初踩脏我衣服的时候，他可不是这个态度。王美丽，你叫错人了，我不是你嫂子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甩开他的手。嫂子，不，雅雅姐，我求求你了。王美丽改口了。你不知道，我哥这几天都不吃不喝的，我妈也天天哭，家里乱成一团了，乱成一团。我想象着那个画面，心里竟然有些快意。那不关我的事，我继续往前走。王美丽跟在我后面，继续哭喊：雅雅姐，你就原谅我们一次吧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，真的。我停下脚步，看着她。王美丽，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会的，会的，我们都是认真的。王美丽点头如捣蒜。我笑了。那好，我可以考虑一下，但是有个条件。王美丽眼睛一亮。什么条件？你说。让你哥把我的12万块年终奖还给我，1分不少。我淡淡的说。王美丽的脸色瞬间变了。12万块，雅雅姐，那钱我妈已经花了。我的声音冷了下来。那就去挣，去借，想办法还给我。还不上这12万块，就别来找我。说完，我直接上车走了，留下王美丽一个人在风中凌乱。又过了几天，我听到了一个让我哭笑不得的消息。王华磊为了筹钱，居然去工地打零工了。
一天200块，想要挣够12万块，得干1年多。婆婆更是舍不得花钱，开始在小区里捡废品卖。以前那个高高在上的王家婆婆，现在在垃圾桶里翻来翻去找塑料瓶。王美丽也不得不出去找工作了，可她只有高中学历，又没有工作经验，只能在服装店当销售员，1个月3000块。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，正在办公室里处理一份重要文件，想象着他们现在的惨状，我心里说不出的痛快。这时候，张璐敲门进来了。雅雅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那个大项目谈成了，公司决定给你50万的项目奖金。张璐兴奋地说：“50万！”我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真的吗？我激动地站了起来。当然是真的，董事会刚刚开完会，一致决定的。张璐拍拍我的肩膀：“雅雅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这个项目能成功，主要靠的就是你的专业能力。”我拿着奖金通知书，心情激动得无法言喻。50万啊，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数字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我凭借自己的能力挣来的钱，没有人能抢走。当天晚上，我请张璐吃饭庆祝。雅雅，你知道吗？自从你来了公司，业务量增长了30%，董事会对你的表现非常满意。张璐举着酒杯说：“我敢保证，明年你的收入还会翻倍，翻倍，那就是100万。”我端起酒杯，感慨万千。露露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还在那个家里当牛做马。别这么说，是你自己争气。张璐认真地说：“雅雅，你要记住，永远不要为了任何人委屈自己，你值得最好的生活。”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。我接了起来，电话那头传来王华磊的声音：“雅雅，是我。”我正要挂断，王华磊急忙说：“别挂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说，我的声音很冷：“雅雅，你要的12万块，我快凑齐了，我已经借了8万，还差4万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还给你。”王华磊的声音很疲惫：“8万？他是真的去借钱了？然后呢？”我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。然后你能不能考虑跟我复婚？王华磊小心翼翼地问。我笑了：“王华磊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为什么不可能？我们有3年的感情基础。”感情基础？我打断了他：“王华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3年来你给过我什么感情？除了当保姆和提款机，我在你心里还有什么价值？”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雅雅，我承认以前是我不对，但是人都会犯错，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？王华磊的声音带着哭腔。机会？我冷笑。王华磊，你知道我现在的年薪是多少吗？多少？王华磊小声问。60万起步，加上项目奖金，1年能拿到120万。我故意说得慢一点，让他听清楚每一个字。而你1个月4000，1年4万8，你觉得我们还合适吗？电话那头传来王华磊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：“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拿到这么多钱？”王华磊的声音在颤抖：“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我。”我的声音越来越冷：“王华磊，你知道我毕业于哪个大学吗？你知道我的专业水平吗？你知道我在公司的能力评级吗？”王华磊答不上来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些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在你眼里，我只是一个免费的保姆和提款机。现在我告诉你，这个保姆要价太高了，你雇不起。说完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张璐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。雅雅，你太帅了，这句话说得太解气了。我也觉得很解气。3年来压抑的怒火
终于通过这个电话发泄出来了。1个月后，我搬进了新家，一套120平的精装修公寓，全款买下的。搬家那天，我收到了一条微信，是王美丽发来的：“雅雅姐，我哥哥崩溃了。他说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早知道就不会那样对你了。”我看着这条消息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早知道，世界上没有早知道这回事。我回复了一句，告诉他，有些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没有重来的机会。王美丽很快回复：“雅雅姐，妈病了，在医院里住着。她说想见你一面，跟你道歉。”道歉。我想起婆婆那张刻薄的脸，想起她数我的年终奖时得意的表情，心里没有一丝同情。不用了，我们不会再见面了。我回复完就把王美丽也拉黑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彻底断了跟王家的所有联系。半年后，我在公司年会上被评为最佳员工，奖金又是50万。1年后，我被提升为财务副总裁，年薪涨到了60万，加上各种奖金和股权激励，年收入突破了100万。2年后，我遇到了现在的老公李俊，他是一家投资公司的合伙人，温文尔雅，对我体贴入微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尊重我的工作，欣赏我的能力，从来不把我当成附属品。我们的婚礼很简单，但很温馨。李俊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对我很好，从来不会要求我做这做那。婚礼当天，我收到了一条陌生的微信消息，点开一看，是王华磊用小号发来的：“雅雅，恭喜你结婚，看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，我很高兴，也很后悔，是我没有珍惜你，是我不配拥有你，希望你永远幸福。”我看着这条消息，心里没有任何波澜，曾经的愤怒和怨恨都已经过去了。现在的我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。我没有回复这条消息，而是直接删除了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一旦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没有必要再回头。现在的我住着自己买的房子，开着自己买的车，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嫁给了真正爱我的人。我的生活精彩充实，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。而王华磊呢？听说他现在还在工地搬砖，依然单身。婆婆的身体一直不好，医药费花了不少钱。王美丽倒是结婚了，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0岁的离异男人，日子过得很一般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当初我没有勇气离开那个家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可能还在忍受着他们的欺负，可能还在为了一点点生活费而看人脸色，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原来可以过得这么好。感谢那个12万块的年终奖事件，感谢王华磊的自以为是，感谢婆婆的刻薄，感谢王美丽的小人得志。如果没有他们的逼迫，我可能永远不会醒悟，永远不会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